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今天呢，我们来拆解一个越来越沉重但又极度重要的议题：为什么现在的老师会做得这么心累？在我们深入聊之前，我想先请你回想一件事，在你记忆中，那个让你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什么样子的？是那种在讲台上浑身沾满粉笔灰，却充满热情地传授知识的学者，还是那个在你犯错的时候会严厉地教训你，但转过身又偷偷关心你的长辈？不管你想起的是哪一种形象，它很可能跟现在老师们每天面对的真实处境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了。没错，这就是最大的差别。过去的老师核心任务相对单纯，把书教好，把学生带好。但现在的老师呢，他们的角色已经彻底转变，更像是一个多工处理的专案经理。他们不只是老师，很多时候还得是半个心理咨商师、数据分析师，甚至是随时待命的危机处理专家。而这个巨大的转变，就是所有压力的起点。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关键点。我们先来看看老师们的第一层压力来源，也就是教室内部。这一切都跟一个我们可能听过但不太了解的名词，也就是108课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08课纲上路之后，老师的工作量几乎可以说是用爆炸性来形容。根据在第一线的公民老师苏建勋的观察，以前的老师可能专心教好1-2门课就好，但现在除了原本的必修，他们还得扛起像多元选修、探究与实作，甚至是校定必修这些全新的课程。很多内容是他们自己读大学的时候根本没碰过的。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备课的时间跟心力都必须要加倍，甚至好几倍的投入。而且挑战还不止这样，现在班级里的组成也变得更复杂了。你想想看哦，大概20年前，一个班上几乎不会有特殊生，但现在一个班级里平均有2到3个已经是常态。这代表老师再也能够用同一套方法教全班了，他们必须为不同的孩子去设计客制化的教学和互动方式。这真的不只是爱心或耐心而已，这是一种非常高度的专业技能。好，就算老师们处理完教室里面的事，你以为压力就结束了吗？不，完全没有，因为真正的战场早就已经从校园内延伸到校园之外，变成一个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的沟通前线。这些现代的沟通工具对老师来说，就像一个永远不会关机的警报器。像是1999市民热线就变成了一个随时可能被投诉的压力来源，家长的赖群组讯息更是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而且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因为大部分的家长都是晚上下班后才有空，所以老师的第2个上班时间，很多时候其实是从晚上7、8点才正式开始。为了保护自己，老师们还必须把每个决定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去证明自己为什么给这个分数，为什么做这个处理。这就引发了另一个很值得思考的现象。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老师根本不敢随便加家长的个人赖了。为什么？你想想看，一句在赖上非正式的聊天，很可能下一秒就被截图、放大，然后转发到其他的家长群组。一个原本很单纯的沟通，瞬间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巨大的公关危机。所以老师们选择保持距离，这其实不是不友善，而是一种在这个时代下必要的自我保护。讲完了教学和沟通，这都还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拉得更高，来看看一个大家几乎看不到，却足以把老师压垮的隐形负担，那就是庞大的行政业务。好，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让你猜猜看。假设有一所高中，在过去20年，教职人的人数完全没有增加，你觉得这间学校每年要处理的行政公文量成长了多少？你可以现在心里猜一个数字。答案是整整2倍。你真的没听错，人力完全没变，但工作量就这样硬生生的翻了1倍。这不是一种感觉，而是血淋淋的数据。
这个数据是来自西松高中的教务主任苏建勋老师的第一手统计。在2004年那时候，一间学校一整年的电子公文量大概是7000到8000件。那到了2024年的今天呢，这个数字暴增到超过14000件，14000哦。但是老师的人数有增加吗？没有，完全没有。这就代表每一个老师都被迫要分掉更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这些行政事务，而这些时间原本都应该是留给学生的。更让人感到无力的是，整个系统的运作速度是完全脱节的。根据在教育局服务过的高小竹老师的经验，学校现场发生的问题常常是10万火急，需要马上解决。但是，一份公文发到教育部，希望他们能给一个政策上的解释，你猜平均要等多久？答案是2个月，而且这还算是快的。这种运作节奏上的巨大落差，让第一线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常常就这样卡在中间，进退两难，就像个夹心饼干一样。好，我们刚刚分析了这么多压力来源，听起来好像有点让人喘不过气，甚至有点绝望。但是任何困境都会有出路。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身处在这种高压环境下的老师们，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他们发展出了哪些宝贵的生存策略？如果你正在听，而且也感受到类似的压力，这部分非常值得你笔记。第一是寻求同侪支持。因为老师这个工作，很多时候是关起门来自己奋斗，其实很孤单，所以主动跟同事求助是打破孤立的第一步。第二是设定清晰的沟通界限，勇敢地保护自己的下班时间。第三，一定要找到个人的抒压管道，不管是运动、追剧还是打电动，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最后第4点是练习同理心和换位思考。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对方的行为并不是针对你，而是他自己也同样身处在某种压力之中。关于同侪支持，苏建轩老师讲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他说：“老师不帮老师，没有人会帮老师。”这句话听起来很沉重，但他却点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一个外部支持可能很有限的系统里面，同事之间这种情感上和实质上的互相支持，就成了最重要也最可靠的一道防线。讲到这里，我们慢慢回到这次分析最核心的问题，在这一层又一层的压力之下，我们到底该如何重建校园里的善意，还有彼此的信任关系？高小竹老师给出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观点，这句话我听了很有感触。他说，理解比批判更困难。真的要批判要骂人太简单了，因为那不需要成本，你只需要站在自己的角度就好。但是要做到真正的理解，你需要先放下自己的成见，花时间去换位思考。当我们在批评一个老师为什么不回来，或者质疑他的教学方式时，我们是不是有先试着去理解他背后所承受的这整个系统性的压力？好，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看到现代老师的角色已经从过去我们印象中单纯的教书育人，演变成一个必须承受来自课纲改革、全天候沟通，还有海量行政工作等等多重压力的专案管理者。他们的疲惫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个人不够努力，而是整个系统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结果。这也留给我们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反思。当我们这个社会对老师的要求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高的时候，我们又准备好给他们什么样的支持了呢？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